他为了掩饰自己穷人的身份，特地借来一件西装与富家女约会。然而女孩母亲早已对他底层的身份心知肚明，于是在大家准备拍照留念时，故意让一名男孩隔在了两人中间。这就是曾多次改编成影视剧的半自传小说《马丁一灯》，一个为了爱情不断奋发努力的底层青年，一个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的富家少女，两个出身就不同属性的人，却在一场偶然中相遇了。然而他们的相遇将彻底改变各自的命运。他叫马丁，一个整日都漂浮在大海的底层水手。可突然在一个清晨，他偶然发现码头上一个男孩正在遭到壮汉的殴打。出于内心见义勇为的驱使，他奋不顾身解救了男孩，并依靠自身的魁梧身材把对方打倒在地。然而就因为这件事，马丁的人生轨迹也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他救下的男孩身处豪宅阔园，但被邀请到家里做客时，男人的身着穿搭却与这里显得格格不入，就连家里的佣人也投来鄙视的眼神。好在马丁目前并不在意别人的刻意评价，于是他在房间里专心看着一幅油画，直到一个年轻女士的出现。她叫伊琳娜，面容清秀优雅端庄，一个显赫人家的贵族千金。而初来乍到的懵懂小伙彻底被对方的言谈举止所吸引，为了能与女孩更亲近，这位没有什么文化的水手开始了他的自学之旅。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希望能与伊琳娜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波折，一次轮船引擎故障让马丁失去了工作，他被迫停靠在另一个城市。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在当地找了一份铸造工作，但命运似乎从未眷顾过他。他和朋友遇到的老板非常苛刻，最终再次被辞退。马丁与朋友拿着乞讨回的工钱，分别踏上了各自的旅程。心灰意冷的他则回到了老家，因为有个女孩始终让他魂牵梦萦。有了这次刻骨铭心的遭遇，马丁告诉伊琳娜，他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然而女孩的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他的头上，因为自学成才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建议马丁接受系统的学习，这意味着要从小学开始重新读书。马丁犹豫了，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一天午后，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有偿征稿的消息，低落的心仿佛燃起了希望。他决定尝试一下，于是他在寂静的夜晚写了一首诗。Quel giorno il Padre Eterno s'era scordata aperta la chiave dell'acqua. La città era un mare e i suoi abitanti erano pesci che fluttuavano tra le onde, le temevano. 写好寄到了杂志社，可没几天稿件就被退了回来，而仅有的生活费眼看就要寥寥无几。但幸运的是，他和伊琳娜的感情在逐渐升温。女孩曾提议利用父亲的关系为马丁安排一份稳定的工作，但马丁深知自己的性格，他拒绝了这份好意。他告诉伊琳娜，自己习惯了漂泊的生活，唯有他的存在能让他停下脚步。然而马丁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居无定所的他只能在姐夫家寄人篱下，平时就被人看不起。这次因工作问题与姐夫彻底闹翻，最终他被赶出了家门。姐姐虽然心疼马丁，但她自己也遭受着家暴的困扰，能做的也仅限于此。就在马丁陷入困境之时，他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善良的女人，得知处境后，女人好心的将他带回了家，让他得以暂时安顿下来。当马丁打开那扇窗户时，眼前的美景仿佛一幅画卷缓缓展开，沁人心脾。那一刻，他仿佛找到了新的归宿，一个可以让他安心创作、沉淀心灵的地方。在这段时光里，马丁沉浸于书海之中，用文字书写着内心的情感。他不断磨砺自己的写作技巧，努力让作品更加成熟深刻。与此同时，他和伊琳娜的联系也从未中断，彼此的思念与关心在书信中传递，成为了他们坚定爱情的有力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马丁渐渐明白了自己作品被退回的原因。他意识到，曾经过于追求表面的华丽，而忽略了作品内在的深度和底蕴。在不断积累词汇、磨砺记忆的过程中，他的作品逐渐变得更加成熟深刻，开始引起更多人们的关注。马丁深知，这一切都离不开伊琳娜的支持。他承诺待自己成功之时，一定会回来与爱人相会，而伊琳娜也愿意等待马丁。这里的房东叫玛丽，一个会刺绣的手艺人，别人从这里进货在高价卖出。马丁提出了一个看似诱人的建议，让玛丽自己开店销售刺绣作品，避免别人从中赚取差价。然而玛丽并没有盲目追求这个所谓的白日梦，而是选择了更加务实的道路。在玛丽的眼中，美好事物不仅仅是金钱和物质财富，更是那些简单而平凡的生活瞬间。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却给她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同时，玛丽对这个大男孩也照顾有加。为了马丁能体面地出席女友的生日宴会，她还特地拿出了已故丈夫的衣服。这种无私的帮助和支持，让男孩感受到了家的温暖。随后，马丁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伊琳娜家的宴会上，两人因多日未见而变得更加甜蜜。马丁更是靠仅有的一点稿费酬劳，为女友购买了一根廉价的项链，
然而就在两人享受久别重逢的悸动之时，却遭到了伊琳娜母亲的阻碍。女人并不看好两人的恋情，并认为马丁只是一个才学会写作的毛头小子，想当作家简直痴心妄想。即便面对夫人如此羞辱，他也没有愤然离去，因为他内心清楚的知道，只有自己成功了，才会打破质疑和偏见。当马丁踏入那个充斥着权贵的房间时，他感觉自己像是迷失在了一片陌生的海洋中，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一位魔术师戏谑地拿他的身份打趣，揭示出他水手的卑微出身，然后点燃了一根蜡烛，挑衅地问他能坚持多久。马丁毫不退缩，他回答说能坚持一首诗的时间。Chi dunque scogitò il tormento? Amore. Amore è il nome non familiare di chi con le sue mani ha tessuto l'intollerabile camicia di fuoco che forza umana non può levare. E noi viviamo, noi respiriamo, soltanto se bruciamo e bruciamo. 这首诗穿透了那些嘲笑他的人，也因为这件事，他遇见了人生中第一个贵人。罗斯是贫民窟一家报社的老板，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瞥见那些所谓的权贵，嘴角却勾起一丝不屑。在他看来，杂志上发表的所谓佳作，只不过是些华而不实的垃圾，而他手中的报纸才是记录真实、不加修饰的新闻。马丁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想法。夜晚，马丁和伊琳娜共同观赏了一部电影。伊琳娜被影片中的浪漫与憧憬深深吸引，然而马丁却持截然不同的观点。他渴望透过荧幕洞察生活的真实面貌，而非沉溺于那些空洞的乐观情绪。这种现实主义想法甚至让伊琳娜担心马丁的坚持会让自己陷入困境，于是温柔地建议他改变写作风格，迎合市场的需求。但马丁却坚决地拒绝了，他不愿妥协于外界的期待，更不愿为了金钱而放弃对真实的追求。这种分歧在两人之间悄然滋生，使得伊琳娜开始怀疑他们之间的感情。为了向伊琳娜展示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于是马丁带她深入贫民窟，在这里他们受到了路人的骚扰，目睹了那些生活在瓦砾中的人们。马丁希望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让伊琳娜认识到现实的残酷和复杂。然而这种尝试并未如他所愿地改变伊琳娜的观念，反而加深了两人之间的隔阂。Basta, mi porti a casa ora. 马丁的生活陷入了困境，饥饿的折磨让他几乎无法忍受，而手中仅剩的几枚硬币也早已无法满足他的温饱。生活的重压让他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于是他动手制作了一个弹弓，打算通过狩猎来填补饥饿的肚子。并不熟练的狩猎技能被后面的人用诧异的眼神在盯着他，于是两人给马丁在牧场提供了一份短暂工作，酬劳便是一份解决温饱的食物。而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家时，却意外栽倒在路旁。马丁生了一场大病，就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命运却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一份退回的稿件中竟然有一篇作品被发表了。马丁打开信封，看到了一张面额高达20万里拉的支票。这笔意外的财富如同一道温暖的阳光，瞬间驱散了马丁心中的阴霾，也治好了他的疾病。于是他兴奋地带着玛丽一家去享受了一次奢侈的消费，让他们体验了从未有过的快乐。在这个过程中，马丁开始尝试抛弃过去的爱情伤痛，将自己的经历和情感融入到创作中。可就在这个时候，伊琳娜却来到了马丁的身边。她与母亲因为马丁的事情大吵了一架，目前心中只想着与马丁共度时光。在返回市区的火车上，两人一同欣赏着马丁发表的文章，仿佛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之光。然而就在他们满怀憧憬的时候，罗斯却给马丁泼了一盆冷水。他直言不讳地说道：“你放弃现实主义，还不如回去继续做你的水手。你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理解你的女人，而不是被感情冲昏头脑。你要为现实主义而战。” Forse potrà essere l'unica cosa che può salvarti dalla delusione che si avvicina. Che delusione. 为此，罗斯决定带马丁深入罢工的集体中，让他亲自站在台上，向众人阐述反对理想主义的理由。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他成为了报纸的头条新闻。马丁愤怒地堵在报社门口，狠狠地教训了那个不负责任的记者。然而却在事后发现罗斯从口中咳出了鲜血，也因为这份报纸伤害了资本家的利益。随后在伊琳娜邀请的晚宴上，他和女友的父亲在饭桌上大吵了一架。因此马丁彻底失去了挚爱之人，他的世界仿佛瞬间崩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痛苦和悔恨。与此同时，罗斯的病情日益严重，他临终前交给马丁一首叫《浮游》的诗，希望他能从中找到奋斗下去的力量。然而当马丁第二天来到罗斯的住处时，却发现他已经自杀身亡。E Moia già ha pulito all'andare. E mica è bello che le caccia fa. Ma chi lei è venuto per strada? Dio, vero. Parlava solo, si imbriacava, sempre ti fa scuola. 马丁孤独地徘徊在黑暗的田野上，
试图用酒精麻醉再次撕裂的心。当他在田地里醒来的那一刻起，他彻底变了，心中的那条船，那艘曾经承载自己追逐梦想的船，彻底沉入了深邃的海底。生活总是充满了意外和转折，但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我们的性格和价值观。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必须坚持下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Into the flight, and the freedom falling, and the feeling I thought was set in stone. It slips through my finger, and I'm trying hard to let go, but it comes and goes in waves. 马丁整理着被退回的稿子，心中五味杂陈。而就在这时，一封信的到来让他眼前一亮，杂志社竟然主动来信，表示愿意发表他之前被退回的作品。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马丁感叹时来运转。随着作品的发表，马丁逐渐跻身上流社会，过上了他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却让他感到空虚和堕落。他开始注重外表，涂脂抹粉，与之前的自己判若两人，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作家。但内心的那份纯真却逐渐消失。尽管如此，马丁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他继承了罗斯的衣钵，背地里给予革命者一些帮助，但他心里也清楚，战争之下作家的身份会显得微不足道，甚至被人嘲笑，而马丁能做的也只是淡然一笑。随后，他为了报答玛丽曾经给予的帮助，专门给女人购买了一间公寓，希望能给她一些物质享受。然而玛丽却能看出他并不快乐，他明白马丁内心的那份纯真是无法用金钱和名利来衡量的。在一场新书发布会上，马丁放荡不羁的言辞引来了一片笑声，他所说的每句话都能得到台下观众的积极响应，这仿佛是他身为名人所带来的附加属性。而曾经抛弃他的伊琳娜也坐在了场下。马丁讽刺这个虚伪的世界，那些曾经被退回无人问津的稿子，如今却因为他的名气而变得争相传阅，炙手可热。他感慨万分，原来这个世界真的容易善变。曾经对马丁冷若冰霜的姐夫，如今再见他也是点头哈腰。马丁的姐姐也不再需要辛苦工作，家庭暴力也烟消云散。那些曾经失去人生目标、迷茫无助的朋友们，也在马丁的关怀和帮助下，找到了新的归宿和生活的意义。他让身边的人都找到了幸福感，而自己却依然强颜欢笑着饱受折磨。他不禁开始怀疑，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就在某一天，伊琳娜来到了马丁的公寓，看到曾经深爱过却又无法得到的姑娘，马丁满怀激动地抱住了她。短暂的温存让伊琳娜感受到曾经的过错，她对马丁说着甜言蜜语，试图能够重新点燃两人之间的感情。然而马丁却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名声和地位所带来的。他不需要这种虚假的爱，更不需要那些违心的同情。E adesso vorrebbe che sposassi me. Ma io ho sempre amato te. Se non fosse stato per quei libri, tu saresti tanto lontano, tanto lontano. È tutta colpa di quei libri di me. Parlare così. Che ho detto? Merda. Le parolacce. Te la prendi ancora per le parolacce, come ai vecchi tempi. Sì? Lascia stare, Emma. È troppo tardi. No, non è troppo tardi, Martin. Sto partendo, mi dispiace. Dove stai andando? Vado lontano. Martin, rinego tutto, mio padre e mia madre. Vengo a stare da te subito. Martin. J'ai trahi ton amour, un jour tu joues le livre. Non capisco. La vita mi disgusta, Elena. La vita mi disgusta. Ho vissuto così intensamente e non ho più bisogno di niente. Se volessi desiderare qualcosa, desidererei te. Ma adesso ho la certezza che non sei. Non hai mai avuto fiducia in me. Ti sei sempre vergognata di noi. Guarda, vorrei essere come voi, parlare come voi, pensare come voi. Come un cane al tuo fianco, un bel cane da passeggio. E allora abbattiamoli cani! Con che faccia ti presenti qui? Vai via! Esci, vai via! Via! Vai via! Come back, I still need you. 马丁静静地望向窗外，目送着那对母女渐渐离开。
而正当他准备转身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进入了他的视线，他迫不及待地追下楼去。原来那个熟悉的身影正是他自己，仿佛带着魔力一般，引领着他从繁华的都市一路跟到了宁静的田野。然而就在这段路上，他渐渐发现，那个曾经充满梦想和抱负的小伙子，似乎已经在时间的洪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马丁站在田野的边缘，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哀伤。他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似乎从那个充满希望的码头开始，然后在这片广袤的田野上就已经悄然画上了句号。而上流社会的那个马丁，不过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代号，一个为了迎合他人期望而塑造出来的虚假形象。他坐在沙滩上，任由海风吹拂着自己的脸庞，眼前的景象让他不禁陷入沉思。战争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和创伤，而他自己又在这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想到这里，马丁起身走向了大海，波涛汹涌的海面似乎在呼唤着他，心中莫名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融入这片广阔无垠的大海，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彻底的洗涤和释放。至此，影片结束。马丁·伊登无论作为原著小说还是电影版，都展现了寓言的特性和浓厚的现实主义风格。这部作品既是人物传记，又带有作者杰克·伦敦个人的半自传属性。而杰克同样出生于一个破产农民的贫困家庭，自幼便从事体力劳动，包括水手和其他各种工作，并在各地流浪。这些坎坷的生活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主人公的经历挑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马丁的奋斗与杰克的自身经历相互呼应，展示了从底层社会努力向上的过程，以及面对社会不公和人生苦难时的挣扎。这一选择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绝望反抗，也是对社会制度的一种极端挑战。而马丁与伊琳娜的关系远非简单的阶级问题所能涵盖的，他对他来说犹如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既激励他攀登社会的阶梯，又因无法触及而最终导致了他的崩溃。马丁对伊琳娜的狂热追求，实则是他内心深处对完美灵魂的渴望，如同他对世界最初的美好憧憬。然而他不曾意识到，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局限和束缚，能够接受并理解爱人的不完美，才是超越自我和世俗观念的真爱。在这段关系中，世俗的成功和极端的个人主义扮演了更为关键的角色，导致最终的悲剧。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的作者杰克·伦敦也在自己40岁时自杀身亡，这也预示着主人公为什么在结局投入大海的选择。